人睡觉时听到屋外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他连忙穿上衣服打开门查看情况，发现有2个小混混正在盗窃路边汽车。雷哥见状赶紧大声阻止起来，可其中一人看到他年迈的面容后却逐渐停下脚步，接着倒反天罡的气势汹汹走了回来。懦弱的雷哥见此情况连忙向家中跑去，但还是慢了一步，被对方一下推开大门。阿杰对其多管闲事的举动恼怒不已，威胁称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来问候他。第二天雷哥就发现自己车门被划了一刀，害怕的他来到公司后直接选择报警。 It was a young man outside of my house, very intimidating. 但因无法证明是对方划的车，所以案件并未被受理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在家门口安了个摄像头。但此举并未让对方退却。很快，深夜工作的雷哥就听到门铃响起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走出来查看，发现阿杰就站在不远处盯着自己，眼看对方还在不停骚扰。雷哥连忙紧张称自己已安装了摄像头，可阿杰听后却不为所动，不但语言上对其极尽羞辱，还声称已调查到他有个小女儿。听到这，雷哥再也忍不住，直接一拳将其击倒在地。他绝不允许家人受到伤害。可雷哥没想到的是，对方却倒霉的后脑着地，直接没了呼吸。失手杀人的他顿时慌乱的不知所措，但善心还是驱使他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救。此时恰巧一辆巡逻的警车驶过此处，警员见状立马接手了这里，并对他助人举动给予了鼓励。慌张的雷哥听后才猛然惊醒，好像没人看到此事，连忙谎称自己也不知发生了什么。他听到动静出门时，对方就已经这样。很快警长也赶到此处询问情况。冷静下来的雷哥早已趁这段时间编好谎言，为了逼真，他声称看到位头戴帽衫的年轻人逃向了远处，但因太黑，所以并未看清对方长相。而警长对此并未有所怀疑，只因这条街只有雷哥家门口有个摄像头。雷哥见状连忙说摄像头今天才安装，还未连接，终于暂时将此事蒙混了过去。随即回家后赶紧将今晚所有录像删除。可还没等松口气，他就又收到个可怕的消息，因为他及时抢救阿杰，顺利活了下来。等对方苏醒后，警方可能会请他帮忙协助调查。雷哥连忙紧张地跑到医院查看情况，得知阿杰仍重度昏迷后，这才放松下来。但警长却对他来此的举动有些疑惑。雷哥谎称是接妻子下班顺便来看看，原来身为护士的安娜恰巧也在这家医院，但为了不让其担心，雷哥还是隐瞒了事情。可第二天就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走过来询问情况，原来此人正是阿杰的父亲。老马对他救自己儿子的行为极其感谢，并邀请雷哥前去喝一杯。心虚的雷哥赶紧以上班为由拒绝了对方。而来到公司后，他再次受到热烈欢迎，只因当地媒体第一时间就把其英勇事迹报道了出来。这种情况让雷哥的愧疚感愈发强烈，他上网查询正当防卫的条例，发现自己恐怕连防卫过当都算不上。另一边，信息登报让老马知道了雷哥公司所在。这次他趁下班时直接堵住对方，然后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雷哥上车。没办法，雷哥只能跟对方来到酒吧，却发现老马真的只是为了感谢自己。渐渐的，雷哥也逐渐放松下来。可酒过3巡后，对方终于露出真实意图。原来老马听说他当时看到了罪犯逃跑，带他来此就是想让其确认是不是酒吧里坐着的男人。此人之前一直跟老马不对付，他怀疑就是此人对自己儿子打击报复。为了不牵连他人，雷哥连忙否认，可老马还是不管不顾的当着雷哥面将男人打成重伤。Was it him? Wasn't him? Simon, look at him. No, it is. No, it wasn't Are you him. sure? Yes. There's something. 他吓得回家后连忙查询起老马情况，发现此人明面上是家安保公司老板，实际上却是个恶迹斑斑的黑帮头目。另一边，警长也再次找到雷哥，想请他帮忙看看几张照片中有没有所说的嫌犯。雷哥只能谎称自己认不出来，警长只能再次询问。 You'd never seen Jordan before the night of the attack? No. 可警长调查事发前后那条街区的报警电话时，却发现其中有一通电话正是雷哥所打。 It was a young man outside of my house, very intimidating. 另一边回家的雷哥也得到个惊人消息，邻居竟称自己目睹了事发当晚的全过程。懵批的雷哥连忙矢口否认。 No idea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. 邻居听后也没多言，直接转身离去。没一会儿，警长就敲响了他家大门。原来刚刚邻居报警称自己是目击者，但今天警长恰好没穿警服，导致对方不敢让他进屋，所以请雷哥来证明他的身份。 This is a police officer. Wonderful, thank you. You're right to come in a minute, just until he's settled. 没办法，雷哥只能忐忑不安地走进屋内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邻居不但没举报他，反而跟雷哥说辞一样，称是个年轻人动的手。本有所怀疑的警长听后也彻底打消了疑虑。等对方走后，雷哥询问邻居为什么报警后又替自己隐瞒。原来善良的雷哥一家对他时常照顾，邻居本意是想谁也不说就这么瞒下去，可他自身已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，刚才报警的就是发病后的自己。而等清醒时，警察已找上门，不得已他才帮忙一起圆谎。雷哥听后明白这迟早是个隐患，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解决此事，工作上就也传来个坏消息，名声并未给其在工作上带来好处。主管最终还是把雷哥放入裁员名单中，并且在晚上的欢送会上当着众人不停嘲弄他。但为了顺利得到补偿金，雷哥还是忍了下来。可糟糕的事情并未就此终止，回家后老马竟再次造访。
他让人调查了雷哥所用摄像头的序列号，发现摄像头在事发前5个小时就已处于工作状态。雷哥连忙称自己检查过，手机里没有那天的监控录像。You are welcome to have a look. No, I believe you. 但老马认为可能是雷哥手机有问题，所幸这款摄像头的录像会在云端存有备份，他希望现在就登录网站检查一下。雷哥赶紧慌张称自己忘记了密码，不如等第2天找到后再给他送过去。可老马却已急不可耐，大声呵斥着让雷哥现在就找到。就在雷哥不知该怎么办时，争吵声就将安娜吸引了下来。看着丈夫慌张的表情，虽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但多年默契还是让安娜严肃地将老马撵走。而再也瞒不下去的雷哥也只好讲出实情。安娜听后没时间责怪丈夫，她立马在脑海中商量起对策。很快第2天，雷哥将网站密码交给老马，但当天事发视频早已被2人连夜删除。可就在此时，变故却再次发生，阿杰竟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。雷哥吓得连忙回家收拾行李准备跑路，安娜让其冷静点，不要自乱阵脚。随即他快速来到医院，利用身份便利在走廊处偷偷查看情况，发现阿杰虽然已经苏醒，但脑部受创让他目前还处于失忆状态。可雷哥听后依旧慌张不已，他连忙跑到公司想立马把补偿金拿到手，主管直接以不符合流程为由刁难雷哥，巨大紧迫感让他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在办公室大发雷霆，并怒斥要起诉对方。但此举并不能缓解燃眉之急，刚回家老马就再次找了过来，他希望雷哥能前往医院和阿杰见个面，说不定就能凭此将事情回忆起来。安娜听后连忙以医学角度进行分析，称如果刚苏醒就让其回想一段痛苦经历，很可能会让阿杰刚有好转的状况恶化。这个理由成功说服了老马，他决定等儿子稳定几天后再找雷哥帮忙。雷哥只能祈祷快点拿到补偿金逃离此处。可那天的怒吼让主管感觉自己在员工面前丢了脸，倒打一耙起诉他为了补偿金威胁自己。 If I was you, I'd call you up. This is going to a tribunal. And by the way, you won't get any money in the meantime. 拿不到钱的雷哥只能在几天后跟老马来到医院。所幸阿杰真的忘记当天所发生的事，连凶手站在眼前都没认出对方。但就在老马出去接个电话的功夫，阿杰的话语就让雷哥浑身站立起来。 I haven't forgotten nothing. 原来他的失忆根本就是装的，但阿杰称不会告诉任何人。 'Cause I fucking own you now. 毫不知情的老马结束后还吃饭感谢他，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始终让雷哥心神不宁。面对对方的疑惑，他只能解释称工作上有点小麻烦。老马听后立即称事情交给他来解决。很快深夜回家的主管就发现水龙头一直开着，可他明明记得自己走前已将其关闭，还没等想明白怎么回事，下一秒老马就带着小弟将其一把按进水深中。第2天主管就给雷哥发信息道歉，并把赔偿金打了过来，现在只需等房子卖掉就能直接远走高飞。安娜提议在脱身离去前，不管阿杰有何企图，都先尽量满足要求，稳住对方。很快时间来到阿杰出院的日子，老马为其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，并在晚上为其举办了一场庆贺派对。阿杰邪笑着提醒雷哥到时一定要来，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前来赴约。原来阿杰之所以没告发雷哥，一是感觉被一个老头打成重伤传出去很没面子，二也是想趁机敲诈对方一笔。他称雷哥拿10万块，此事就一笔勾销。雷哥说自己一下掏不出那么多钱，只能每月3000块支付他1年。 That is all I can afford. Maybe I'll sell him right now. Go on then. Fine. But I want $5 grand a month. Starting tomorrow. 讨价还价后，2人终于谈妥。可他俩不知道的是，老马一直都清楚自己儿子的秉性，为了不让其在到处惹是生非，他决定让手下帮忙盯着点阿杰。随即第2天，他俩交易的场面就被男人看得一清二楚，感觉不对劲的他立马强制让2人跟自己走，随即把他俩带到一个秘密据点。阿杰见情况不对，连忙将其叫了出去，接着把实情跟男人全盘托出，并请求他不要将此事告诉老马。可阿杰根本管不了父亲的手下，对方听后直接压着他准备找雷哥对峙，没想到进屋后却发现雷哥已顺窗户逃跑。男人见状立马追了出去，阿杰却趁机再次将钱拿走。此时雷哥已给妻子打电话求救，没一会儿安娜就驾车前来接他，没想到竟倒霉的把冲出来的男人一下撞飞。以为失手杀人的2人慌张驾车逃离了此处，殊不知男人只是受伤并未身亡。此时几名工人听到声音跑了过来，随即看到他腰间手枪后立即报警，但被警方控制的他还是将事情传递了出去。此时阿杰正在家中炫耀着刚买来的奢侈品，下一秒老马就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，无需询问，眼前场景直接证明了一切。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老马清楚雷哥是个老实人，肯定是儿子做了什么才激怒了对方，并且如果让外人知道此事，
就算他明白雷哥是无意的，也不得不为了道上威严出手做掉对方。老马怒斥儿子是个只会惹是生非的废物。另一边，雷哥一家已跑到酒店躲避起来，但女儿却对枕头过敏导致哮喘发作。倒霉的是，因走的匆忙，药还忘记携带，他只能再次冒险返回家中取药。可就在准备离去时，老马却带人打碎门窗闯了进来，被堵住的他只能暂时躲到床下。寻找一圈无果后，老马本打算离去，却突然看到雷哥遗落在门口的酒店房卡，他立即让手下堵在此处以防万一，自己则根据地址前去寻找。雷哥在楼上看到后，这才发现房卡不见，被堵在屋内的他只能发消息让家人快跑，却不知此时安娜并不在屋内，丈夫长时间未归，让她等不及也出门找人帮忙。等给女儿吸完药，看到电话时已过去了许久。此时老马已顺着地址找了过来，所幸在他闯入时，母女二人已有惊无险地逃离了此处。但老马通过床单温度发现他们是刚跑，连忙打电话叫手下过去帮忙。雷哥见状也连忙出门准备跟家人会合，却倒霉地碰到正巧找来的阿杰，被父亲痛骂的他实在气不过，而他把一切罪责都怪到了雷哥头上。阿杰决定再次动手找回尊严和自信，这次率先动手的他很快就将雷哥打倒在地，可下一秒他就哀嚎一声倒了下去。原来是听到动静的邻居拿刀从身后将其捅倒。雷哥见状本想一走了之，但看着地上血流如注的阿杰，他还是遵从本心反身走了回来。雷哥先让邻居赶紧回屋呼叫救护车，随即用力按压伤口帮阿杰止血，但此举也让他无法再逃脱之前的事。雷哥只好承认当时是自己行凶伤人，但在交代前必须先确保家人安全。可没想到还没等他坦白，阿杰就率先录口供称袭击自己的确是个年轻人。 I have to ask, why did you tell me earlier that you'd hit Jordan? 雷哥听后以为是自己的救人行为让对方良心发现，最终决定相信对方一回，再次向警方隐瞒实情。 No comment. 没办法，警方只能将他无罪释放。可刚走没多远，老马就找了过来，随即将其带到一个偏远的废弃工厂，接着直接掏出手枪准备干掉雷哥。原来老马只是想吓唬吓唬雷哥，以此告诉他社会险恶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虽然雷哥伤害了他儿子一次，但最后也确实救了对方。老马决定之前的事一笔勾销，但他们一家必须离开这座城市，不许再回来。两个差点成为好友的男人因身处两个世界，最终只能分道扬镳。